二公主，叛军已攻破内城皇城，彻底失守，属下护送您出城前往边关，陆大人那里能保您平安。公主殿下，属下替您拖住叛军。好好活下去！陆怀瑾，你通敌叛国，残害宗亲，倾覆家国，你不得好死！哈哈哈哈！不得好死！你弟弟的头颅在此。凌远心，你当真愚蠢至极。当初我应允圣旨与你大婚，从来都不是心悦于你。梁国早已与我达成盟约，只要我打开城门，领敌军入城，覆灭大夷，他日我便是这片江山新的帝王。你于我而言，只是一枚棋子罢了。陆大人如今大业已成，可千万别忘了当初许诺给我们的权位与好处。只可惜了那拼了命也要护你的护卫。去死吧！我这一生恨自己识人不清，毁燕慈倾尽生命护我，我却将爱意藏于心底，终是遗憾。公主，家训传来，驸马说他不去战事前线了。这是大婚前夜，我重生了。驸马已在回京的路上，到了明日，公主就可以照常成婚了。驸马，陆怀瑾。对呀，您今日下午时听说他要让您独守空房，发了好大的脾气呢。去死吧！陆怀瑾，滚回来做什么？您不是很希望驸马回来的吗？阿慈呢？什么阿慈？就是侍卫燕慈，没有此人吗？阿慈，我要逃婚与你离开这里，你不必跟来。您这是怎么了？燕慈大人他可是当朝首辅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阿慈，二公主怎么出现在此？深夜偶然路过公主府，恕臣扰了二公主的清闲。那阿慈帮我个忙可好？愿闻其详。我想休了驸马，不知阿慈能否帮我向父皇劝说几句？殿下可是在说笑？我很认真。那便请公主写下休书一封，明日臣自会帮忙劝说陛下。阿慈真好。公主您今日真是快要把奴婢给担心坏了。韩英，帮我准备一下笔墨纸砚。是。那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殿下您怎么也回来了？力所谢，去除掉陆怀瑾。二公主，陆大人今晨抵京了，但他似乎在回京的路上遭到了不明的追杀，现在狼狈得很。哦，告诉他，今日的迎亲推迟，本公主一会儿要带上这份好礼，亲临陆府，好好宽慰一番舟车劳碌的驸马。公主，您这是要将它赠与哪位？前去首府府邸。本公主没有胡言，就是首府府邸，燕府。小的这就去禀告首府大人。公主，您是不是没有休息好，有些不清醒？如今谁不知道，那些私下前往燕府的人都吃了闭门羹，甚至不久后暴毙街头，死相凄惨。办事不力，错失良机，自行去后院领罚。陆怀瑾怎就这么命大没死成？公主还要去给他送礼。大人，二公主带着她的仆从过来了。去传，本官只愿见二公主一人。这么巧，
正好本公主也是独自一人进来的。今日二公主孤身进臣府邸，可谓是胆识过人，臣佩服。我才不知道什么胆识不胆识的，不过是昨夜委托了阿慈，却来不及送上谢礼，现在特意前来补上。也不知阿慈是否愿意收下本公主的心意。看来公主殿下是想贿赂人。可阿慈看起来似乎也打算接受我的贿赂呢，而且还让我逮到了。说是贿赂，倒不知这礼物是臣一人独有的，还是旁人也有的。误会。总之，阿慈收了我的礼物，就要替我劝说父皇，同意我休了驸马才是。臣不会忘。殿下，当真是我一人独有的。二公主到！公主，难得陆大人见了本公主，能这么激动。这不，臣心里挂记公主，献丑了。陆大人舟车劳困了，还不快送上本公主的好礼，好好安抚。既然是公主好意，那臣却之不恭了。来人，慢着，本公主亲自来陆府送礼，那陆大人也得亲起礼物，才显得有诚意啊。诸位说是也不是呀？二公主所言极是。擦大力点，别怕她疼。陆大人，公主说你满身的血迹不太雅款，让奴婢替您擦擦。虽说陆大人不打点一下自己就出来见人，确实不雅，但也在情理之中啊。陆大人也是为了保家卫国，才险些错过婚事，这不都赶回来了吗？二公主这也太不给驸马面子了吧？陆大人，这伤情怎么是画上去的呀？您接见我们，怎能如此敷衍？想不到你竟是糊弄大家。陆大人，这样真的没意思。休！陆大人，你如此敷衍糊弄本公主，这情谊，本公主不要也罢了。不知臣是在哪些地方得罪了公主，能让公主突然变得这般狠心？想知道原因，跪下来，本公主再详细告诉你啊。臣有错，还请公主赐教。就凭我是公主，你是臣，本公主想休就休，明白吗？臣对公主一片真心，公主若是不肯给出一个让臣心服口服的理由，臣愿意以死证明心意。这话竟是陆大人亲口说的吗？那本公主就勉为其难的看看陆大人的心意吧。温离，砸过去。哼，行了，陆大人的心意，本公主已经看到了。不行，到手的驸马之位，绝不能就这样丢掉。殿下，回府吗？去民间采购些好看的香烛花卉，再回府吧。明日本公主想去清灵寺礼佛。韩英，回去以后顺便带本公主打听一下，当初劝谏父王不要废后的大臣究竟是谁？劳烦孙公公代为传话。陆怀瑾人前失仪，有辱大仪皇室颜面，不配为驸马。朕的求道之路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阶段，无心理会晚辈这般鸡毛蒜皮的小事。既然你来了，朕就将二公主的婚事交于你代管。既如此，我绝对不会把公主殿下轻易交给任何人。孙公公，二公主她休了臣，求您代为传话面见陛下。陆大人，陛下已将二公主的婚事交由首辅大人代理了，您还是去晏府吧。我堂堂护国大将军之子，去就去。走了。是的，大人，已经按您的吩咐，让陆怀瑾吃了个闭门羹。温离那边还送来了二公主那边的动向。明日清灵寺，知道了。公主，陛下已将您的婚事交由首辅大人处置了。还有这种好事，那岂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往首府俗比跑了？陆大人，说，属下奉大人之命，
跟踪二公主一行人，见他们在回府途中采买了线香、白烛，还有花卉。青岭寺，这不……属下明白。韩英，通知温离被叫去青灵寺。是。公主，奴婢再去找几个帮手抬轿送您上去。不必了，既然是答谢菩萨，也是为了祈福，自然还是徒步比较有诚意。谢谢菩萨，给了苑心一个重生的机会。苑心今后定会竭尽所能，绝不让前世的悲剧重蹈覆辙，也一定好好的去爱心木之人。愿心此生只愿心不悔。燕慈与佛无缘，也自知不是什么好人，但还是多谢佛祖，给了燕慈再次本随公主殿下的机会。燕慈此生只愿心无愧。二公主，请留步。贫僧看公主面相，近日恐有血光之灾。哦，青灵寺乃皇家寺院，寺中僧人皆有度牒在身，不知师父法后为何？你别过来！找死！饶命啊！大人饶命！谁派你来的？不说，那我就先割掉你的舌头。我说是。苑心，别怕，没事了。阿慈，我好怕。什么？失手了？大人放心，那名假僧人已被暗卫当场射杀，死前未曾吐露半个字，线索尽数掐断，绝无后患。我本想着，只要毁了他的清白，他便会心甘情愿回头委身于我，没想到将这封信即刻送入长公主府。林苑心怎么会被燕大人及时救下？为何他偏偏这般好命？我虽得父皇册封，位居长公主之尊，可朝野市井人人私下议论，说我并非嫡出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根本不配长公主的尊荣。那又如何？大局早已被我们搅动。当初我与淮北王暗中布局，诱导陛下神迷求仙问道，荒废朝政，又暗中散播流言，诬陷于皇后妄图借储君之事把持朝纲，辅佐太子夺权。我原本盘算甚好，与陆怀瑾联手，待林苑心与他成亲之后，借机夺取于明军兵符。你无需慌乱，即刻回信陆怀瑾，命他亲自前往二公主府登门致歉，暂且低头示弱，稳住局面。公主，你醒了，身子可还有不适？无碍。我是怎么回来的？是燕大人一路将您抱下山，送上马车，确认您无恙后，才悄然离去的。都是奴婢没用，是奴婢失职。这不怪你。今日加害我的人究竟受谁指使？公主，陆大人在府外候着，要求见您。他不去找我父皇或者阿慈，又来我这干什么？去传，本公主在府里午休，他若是爱等着，那就等着呗。都已经到申时了，公主说是在午睡，陆大人他会信吗？本公主就是要他不信，让他知道
本公主宁愿随便找理由搪塞他，也不肯见他。那陆怀瑾还在外面候着？是，府外有把长椅，陆大人就一直坐在那儿。哦，那你待会儿传消息时，顺便把他的长椅也给撤了。林远心，今日屈辱，我日后会将你加倍奉还。公主，陆大人还在外面等着呢。这一次，陆大人这么有诚意啊！走，去瞅瞅。公主，您终于醒了。其实醒了挺久的，就是不小心忘了陆大人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既然陆大人的态度这么诚恳，本公主也不是什么得理不饶人的恶人，那便请陆大人进来一起用膳吧。李月心，你不可以这样对我！可刚刚分明是陆大人自己说的，要任由本公主发落啊。温离，吩咐下人一天只用给陆大人送1餐饭。是。韩英，我想改日去探望一下母后，你陪我出府去采买一些药材。是。先前我让你去打听的事，现在可有线索了？劝说父皇保住母后后位的那名恩人，奴婢问过了，那人是私下面见的陛下，没人知道那人的身份。私下？定是阿慈。公主，就在您刚刚出去的这段时间，长公主来了，现在就在主殿候着呢。长公主？她来做什么？你还以为我真把你们当姐弟？天真。妹妹可算回来了，好些日子不见，妹妹又变得精致好看了些，可把我给惦记坏了。长姐平日里那么关照我和弟弟，我已经很感激了，怎么今日还亲自到我府里来了？父皇子嗣单薄，你和皇帝可是我为数不多的同辈了，我这个做姐姐的不关照你们，那去关照谁啊？来，心儿，难道你不喜欢吗？谢谢长姐，我很喜欢。你呀，喜欢就好。听说你把陆大人给囚在柴房里了？是，他竟然想在大婚的日子冷落我，现在又求我原谅他，做梦！我理解妹妹的心思，只是这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今后你们还要朝夕相处的。才没有这回事，反正我已经休了陆怀瑾，他就不是我的驸马了。既然他都不是你驸马了，那妹妹还将他关在府里作甚？倒是浪费你府里的饭菜了。其实倒也没多浪费，他每天吃一顿剩饭，挺省的。他每天身上画伤口，又在马车下打滚。这么说来，那陆怀瑾确实太过分了些，怎敢这样对待本宫的妹妹？姐姐甚至觉得罚得有些轻了。明日午间，姐姐专门给他送一份特制牢饭，你好好学着点儿，看我怎么罚他的。哦，好呀，长姐定要替我好好教训他。本宫还有事要离开，先回长公主府了。嫡出又如何？看似18岁了，其实还是个小孩子，好哄得很。本宫要去趟陆大将军府。是。公主您怎么了？去拿个罐子收好这些碎片，就放在本公主的案上。我也希望有个真正关心自己的姐姐，可是都是假的，为什么？假的？我要把这个瓷偶的碎片天天摆在眼前，每日警示自己，直到有朝一日彻底扳倒林燕羽，甚至将那长公主的封号夺为己有。穿便衣，随本官去一趟南市。我可是好长一段时间没宰人了，手都生了。哪个好看？属下不知啊，看着都挺标致的。不中用。这些都包起来。长公主派她的婢女给陆怀瑾送牢饭了，
你要去看看吗？终于来了，你们记得按我昨天吩咐的去做。奴婢春燕见过二公主，我家主子有言，要二公主您亲自过目。是好大一碗炸蚕蛹，对于陆怀旭这种吃惯了山珍野味的人而言，却是一番美味。果真是长姐的手段更胜一筹，待本公主告诉长姐，这个惩罚我很满意。去把那个碗翻个底朝天，里面许是藏了些别的东西，好好找找。公主殿下，最底下果然有字条。念来听听。恕属下不敢，这字条念了，恐怕会冒犯公主。我已经重活一世，绝不会再受摆布。将计就计，将字条藏回碗底，顺便再加些软筋散。毕竟吃了山珍野味，怎能没点代价呢？是。林苑心敢撕下软禁，摆弄我，迟早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林苑心，你又要干什么？本公主要打你就打你，还需要理由吗？要怪就怪你反悔从前线回来，给了本公主这个机会。林苑心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若非首府之命，你以为我大婚那天会想回来吗？首府之命，怎么会是阿慈让陆怀瑾回来的？哎呦！您这又去燕府做什么？别人都对燕大人避之不及，您倒好，去那边就跟回家似的。父皇已经将本公主的婚事交由首府大人代管，这么一看，她也算是本公主的家人了呀。反是过去商议本公主自己的婚事，有什么好忌讳的？温离，速度些。好。平常人听说她要去燕府，应当像韩英这样，怕得要死才是。但温离似乎从来不会多问。连本官在朝廷发给吴江赈灾的款项都感叹，叶大人可真是好大的胆子啊！求首府大人饶命！想活命？既如此，本官就赏你100廷杖。你若是能活下来，本官就放你一马，如何？带出去。我贪污灾款不干净，难道你就很清白吗？燕慈，别以为我不知你那些肮脏手段，你又当又立，卑鄙无耻！知道又如何？本官的手段，天知地知，世人皆知。前世夷国这时早已动荡不堪，眼下的夷国却比前世稳定太多，而这一切似乎都和燕慈掌权相关。阿慈，殿下。公主殿下，可是遇到了什么要紧的事情？阿慈，我不过是遇到了些烦心的事，但苦于没有亲近之人倾诉。你知道的，父皇他忙于修道，母后又被禁足不得探望，皇帝他又忙于功课。那公主殿下为何突然大驾光临来臣这里？如今父皇都把我的婚事交由阿慈代管了，所以我便想着父皇的意思是让我视阿慈为至亲，所以阿慈，我只有你了呀。既然二公主如此看重臣，臣不敢推诿。公主殿下不妨说说，遇上了什么烦心的事情，臣愿为殿下排忧解难。不知前些日子，阿慈为什么忽然下令让陆怀林回京？这命令可真是给我找了不少麻烦。臣听闻陆怀瑾称他要忙于前线的战事，二公主就大发雷霆，不高兴了。二公主心意忽然就变了，还要现在反倒把事情怪在臣的说头上，真可谓是泼的一手好脏水啊！所以阿慈目的仅仅是想让我高兴。对了，前日姓陆的还来我府上纠缠不休，我便囚禁了他，作为惩罚。可陆家厚脸皮竟然还问我要人，我不高兴。
这辈子我都还没进过公主府，那陆怀瑾都没当成驸马，倒是用这种方式进去了。那公主殿下究竟想不想将陆怀瑾留在府中？不，他留在我府里，我觉得膈应，就是感觉他欠点惩罚，便宜他了。传闻中燕慈冷厉阴郁，这些词偶怎会在他桌上出现？而且全都是我喜欢的模样。既然殿下觉得他膈应，放了他便是。臣与护国大将军势力不相上下，虽说还不能明目张胆地动他儿子，但殿下若是信得过臣，臣自有办法替殿下教训陆怀民。堂堂首辅大人，竟然愿意为我这个失了宠的二公主与护国大将军作对。陆怀瑾上门烦扰殿下，便是阻碍了殿下的婚事。奉陛下的旨意，只要和殿下的婚事相关，就归臣管。他敢插手，便是跟臣作对。他答得冠冕堂皇又如此笃定，看不出有存半点私心。多么希望阿慈会这样做，不是因为父皇的旨意，而仅仅是因为我。公主殿下似乎对臣桌案上的这几个小物品很有兴趣。我确实是有些喜欢。真有这么容易被别人发现吗？林彦旭能发现便算了，怎么就连阿慈都能察觉到？既然公主殿下喜欢，那臣就赠与公主。阿慈这样算是在和我礼尚往来吗？区区此偶，不及玉佩珍贵，公主殿下不嫌弃就好。我才不管珍不珍贵的呢，就是不知道这礼尚往来是本公主一人独有的，还是别人也有的。看来二公主还是有所不知啊。公主殿下，别的人可没胆子跟臣礼尚往来。温离可有留下什么消息？回大人，温离刚刚确实给属下留了东西。只要有了夫妻之实，那这驸马之位不认也得认，是吗？长公主这是什么意思？既然长公主是这么想的，那本官不如顺水推舟，就让陆怀瑾成为长公主的驸马吧。公主，您怎么还从燕府里带了东西出来？这是阿慈送给我的，这个结还是她亲手系的呢，本公主都有些舍不得拆开了。温离，今日先在外面采购些药材，再回府吧。这便是那味纵情香解药的配方啦。待我处理好了陆怀渊的事情，必定要重拾医术，帮母后把病治好。大人，温离那边又传了消息过来，请您过目。这些药材作用在一块儿，对身子可有不好的影响。回大人，大人无需忧虑，这方子温和，并无副作用，就是苦了些。苦的，敢在本官眼皮子底下耍小动作。听说长公主抓了你的妻儿，想要他们活命啊？那要投进谁的杯子，不需要本官教你吧？小的自己的性命呢？要让本官看到你的表现，才好说。明白，小的定会给陆大人和长公主他们超级加倍。公主，陆大将军果然亲自出面来让您放人了。知道了。臣陆成京见过二公主，听闻公主将怀瑾私下囚于柴房，未免也太过分了些。怀瑾也是迫于大局和战事，臣今日有时于珍馐阁与公主和解，还请公主在赴宴时交出怀瑾。大将军，您误会了，只是陆大人不曾立有战功，本公主没料到他能以一己之力影响整个战局不成？不过大将军，您放心，今夜赴宴时，本公主会放了他的，您可千万不要告诉父皇啊。那就请公主一言为定，今夜宴后，你与怀瑾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。林远信，你给我等着！今晚宴后，生米煮成熟饭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本公主好像没说过要和陆大人同乘马车吧，请自便。你好歹让我搭个顺风车啊！长姐，你怎么也来了呀？姐姐听说心儿要孤身一人来赴陆家设的宴，
生怕你没什么权势受委屈，就特意过来给你撑场子了。姐姐你竟然为我考虑得如此周到，想来有本宫在这镇着，他们也不敢为难你。你呀，尽管安心享用晚宴就好。二公主，怀瑾他现在何处？长姐，你看，他居然当着你的面凶我啊！大将军，二公主说什么也是本宫的妹妹，休得无礼。是臣失仪了。本公主只答应了大将军会把陆怀瑾放出来，但没说要带他一起赴宴，所以本公主也不清楚他现在身在何处呢。长公主、二公主、父亲，这一路太累了，茶都不够喝。小二，再来点。妹妹，喝得那么急，别呛到了。怎么感觉茶水好像没问题？臣自知有负二公主，今生无缘，愿二公主寻得佳人。二公主的婚事，何时还轮得到陆大人操心了？啊，燕大人。二公主别来无恙。燕大人，本官不过是在处理家事，你又何苦要来干涉？嚯，家事啊！在座共有4人，除了陆怀瑾，似乎都与大将军非亲非故的吧？倒是陛下早已将二公主的婚事交于本官代理，本官现在就要带二公主走，免得世人误会她与陆怀敏之间不清不白。既然首辅大人都开口了，陆大将军可没有不放人的理由。可真是期待易怒残暴的首辅大人见到林苑馨对自己投怀送抱，该要怎么处置呢？是，都同意了，还请二公主先自行离开，本官要在这里自罚3杯。本官知道扫了各位的好兴致，愿意自罚3杯，作为赔罪。告辞了。药量管够。世间也只有这种男人，才配当本宫的驸马。好热，好晕。阿慈，你怎么也来这里了呀？臣碰巧在珍馐阁设有一场晚宴，听闻公主殿下就在臣隔壁，特意过来看看。二公主已经和陆怀瑾没有关系了，今后要知道避嫌才是。我也想避嫌，可是大将军他今日上门威胁，竟以设宴为由逼迫我放了陆怀瑾，我便只好过来了。他敢威胁殿下？就是这样，他分明不把本公主放在眼里。不过幸好阿慈过来了，不然我还不知该要如何脱身。果然接触了一次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也会意犹未尽的贪恋第2次触碰。所以阿慈打算带我去哪儿啊？回殿下，臣自己设的晚宴都还未结束，理应……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让本官宴请的那些臣子们都过去瞧瞧，怎么回事？属下这就去。公主殿下，再听下去可就不礼貌了。那你听就很礼貌不成？臣今年已经20有6，但二公主还小。我不小了。如此混乱之时，臣要过去处理一番。公主殿下，先回去吧。可是我还没吃饱呢。阿慈，你贸然把我专出宴厅，害我没吃饱，却不打算补偿吗？待臣处理完这里的事情，再来为公主殿下另加补偿。那我算是跟阿慈立下约定了。真是奇怪，纵使林言语真的和陆怀瑾是那种关系，但也不至于那么迫不及待。毕竟陆成伦都还在里面呢，难道他们把香料下错杯子了？
本官当是什么事，想不到。燕慈，这定是你搞的鬼！我们这分明是被人算计，有人在这里的饮食添了东西。哦，这事怎就与本官相关了？本官方才一直都在隔壁宴厅，诸位大臣都能为本官作证。是啊，是啊。真修阁掌柜何在？大将军笃定他是受人陷害，本官也觉得这事颇有疑点，务必要给本官查出投放药物的罪魁祸首是谁。大人息怒，小的这就去查。不行，绝不能让他们查出是我联合陆家想下药给林苑心。回首府大人，是长公主下令让小的。长公主，您这又是何意啊？他污蔑本宫！小的绝对没有胡说，小的家眷5口人都还在长公主府中囚禁着，愿大人明察呀！公主差点就要杀人灭口了，究竟是想瞒着什么事情啊？难道首府大人宁愿听他一个下人胡说，也不愿意听本宫一句话吗？不错，本宫确实是有意设计，本宫是对陆家图谋不轨。本宫现在指认要让陆怀瑾当本宫的驸马。哦，长公主煞费苦心，只为收陆怀瑾为驸马，真是一段人间美谈啊！就是委屈了陆大将军，竟然抢不过自己的儿子，都年过半百了，却无名无分的。燕慈，你这狗贼，给我住口！我就不信这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本官虽然无权干涉长公主的婚事，但立驸马一事，必定会帮长公主向陛下争取。本官告退。想必各位已经吃饱喝足，本官先走一步。燕慈，是你逼我的，终有一天，本宫定要让你褪去一身傲骨，后悔莫及的跪在本宫面前。公主，为什么长公主她宁愿承认自己做了那些肮脏秽乱的事情，也不肯吐露她要下药害你？因为她要装给父皇看，我弟弟是板上钉钉的太子，只有让父皇看见他待我们姐弟二人好，父皇才会赋予他大权，让他辅佐弟弟。公主闲着也没事，要不要吃块糖？你一直都将它带在身上吗？这糖好甜啊！你要是能在给我服用解药的时候递给我就好啦，那解药可真是苦死我了。这龙须酥分明是主子刚才还在宴厅里的时候，首府大人交给温离，特意嘱咐说要给公主尝尝的。首府大人送块糖给公主品尝，究竟又是什么用意？这里人多，先出去，一会儿再细说。怎么，首府大人与本公主相见，还怕被人看到吗？臣刚与二公主见过面，长公主和大将军他们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若是让旁人看见，恐会生出许多猜测。当然，公主殿下若是不嫌事多，那便没关系。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分明是长姐作茧自……所以这一切都是阿慈你的手笔了。阿慈这样算是和我私会吗？若是这样算的话，公主殿下私会臣的次数似乎也不少了。臣请客。所以方才那些事情真的是阿慈的手笔了？珍馐阁正是臣手底下的酒楼，他们就在臣的眼皮子底下搞事情，臣自然要管。阿慈你这可算是把我当成自己人啦。阿慈对我就这么没有防备心吗？臣不在意，是殿下亲口说的，视臣为至亲之人。奇怪了，你说这大义京城的春末时节，什么时候也热得这般要命了？有热吗？两位客官，请慢用。阿慈选的铺子真不错，这糕点好吃。阿慈尝尝。不尝，那我只好先带阿慈品尝一番了。公主殿下要专心用膳才是。调皮。敢问
主子他这是怎么了？他似乎是不胜酒力，醉倒了。客官抱歉，喝太急了。客官实在是冤枉啊！咱们店的酒糟就跟平日里河里喝的糖水差不多呀，又怎么可能有尽头呢？哦，他装醉的，那中了香料也是，不用找了。公主，公主，您没事吧？你要是想晃死本公主，那就真的有事了。首府大人没对您做些什么吧？奴婢担心死了。公主我可好着呢，他没对我做什么，反倒是本公主对他做了些什么。我不过是假装被长姐下了药，趁机对着首府大人做些做了散大包天的事情。温离，驾车可要专心些。属下知错。后来我便装作纵情了好一会儿，却发现找不着理由脱身了。毕竟那更离谱的事情我也实在做不出来，于是我就只能假装晕了过去。可我没想到阿慈会以为我喝醉了，还将我扛了出来。我虽是酒量差了些，却也不至于吃个酒糟小圆子也能醉倒。他究竟是怎么想我的？公主您是不是喜欢燕大人啊？旁人不了解我便算了，你又怎会问出这种问题？是本公主的心思表现得还不够明显吗？也亏你问得出来，下次可不许问啦。奴婢明白，后天就是可以探望皇后娘娘的日子了。娘娘要是知道您把驸马给休了，指定又要担心了呢。不过公主早已从陆大人那儿走了出来，也已经心有所属，想必娘娘也会替公主高兴吧。以母后的出身和教养，兴许没那么容易接受阿慈。毕竟阿慈现在的名声就在外边摆着，路人皆知。没关系，我会让母后明白的。把晚宴还未开始时，你做的所有事情，一五一十地对本官如实道来。回大人，早在无人到来宴厅的时候，小的就将那香料以数倍的剂量放进了大将军他们三人的杯中。不过后来，长公主和大将军来到了宴厅，又逼迫小的当面把香料放进二公主的茶杯里面。所以，二公主的杯中还是留有香料的。不，小的时刻都牢记着首府大人的嘱嘱，所以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，又把正常的杯子给二公主换了回去。你的家眷，本官已经派人从长公主府接走，在本官手上，本官可听不得半点假话。大人您放心，小的方才说的话绝无半点虚言。做得不错，上。多谢大人开恩。孙红，再传朕的口谕，长公主府全府上下都要给朕禁足1个月，不许他们外出丢人现眼，也不许外人前去他们府上探望。奴才领旨。岂有此理！朕的这些好晚辈啊，真是一个比一个能胡来。他们诚心不想让朕安心得道了是吗？给长公主和陆怀瑾赐婚，7天内完婚。陆承央即日前往战事前线。如今，孙公公也算是陛下身边炙手可热的老红人了，定是通晓陛下心思的。去到贵妃霍氏那边，公公要怎么传话，心里清楚吧？奴才自然明白。奴婢听说霍贵妃、长公主还有陆大人都被陛下下令禁足了，想来这段时间那些人都不会过来找您的麻烦了。怎么霍氏也被禁足了？可他们不过禁足1个月罢了，母后却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自由。皇姐，1个月才得探望母后一回，姑爷好不容易才和太傅请得一次假呢。奴才见过二公主。周公公，
太子看望母后，有本公主陪着就好。周公公先回去吧。皇说的也是。这前世父皇驾大伯崩之后，既然皇姐让你回去，那你就回去吧。长公主和淮北王架空，都是因为周公。母后，千万不要激动。是母后不好，竟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儿臣知道，这不怪母后。叶成，近日功课如何？成儿很用功，母后放心。你们姐弟二人不仅是大姨的公主和太子，也是余家的后人。不论父皇待你们如何，都要时刻记着余家世代的家规，忠义两全，以天下苍生为己任，知道吗？儿臣谨记母后教诲。心儿，母后听说你在大婚之日把青梅竹马的陆驸马给休了。母后，是儿臣之前有眼无珠，陆怀瑾他不是好人。就是，那陆怀瑾啊，可真是一个荒唐。那可真是修得好。可心儿早就到了婚嫁的年纪了，母后又不能时常陪在你身边，真是生怕你无依无靠的。不会的，母后，心儿一直都有值得依靠的人伴随，您放心好了。而且，皇姐她还有儿臣呀，儿臣要是再长大些，一定不让皇姐和母后受一点委屈。看来心儿已经有意中人了。是，儿臣属意首辅晏慈。这怎么行？母后，许是您禁足久了，首辅虽心狠手辣的，但掌权以来却不曾动摇国本，利民的事情也做了不少。依儿臣看，首辅虽然可待百官，却是有考量、很会做事的人，众人怕他，但也服他。当真？母后呀，如今百姓虽然于对晏慈的手段说三道四，但没有人对他的治理不满。正如阿成说的，是个有考量、会做事的人。心儿，那晏慈他待你又如何？他知道你的情意吗？他待我是极好的，但别的我便不清楚了。他果真愿意待你好，既然他能待你好，母后也就安心了。母后您不介意啦？只要是真的待心儿好，能让你幸福喜乐，那便不介意。母后身子一向欠安，父皇却不许太医过问，所以儿臣自问学了些医术，想试着替母后分忧。恕儿臣医术尚浅，看不出母后的脉象。无妨，这病也缠着母后这么久了，不也没要走你母后的命吗？只要你们两个好好的，母后也一定会好好的。你回去后便随便找个理由，将周公公逐出东宫，千万不要再让他留在身边了。那皇姐能否给个缘由呢？他毕竟是姑的大伴，陪伴了姑这么久。我不喜欢他。既然皇姐不喜欢，那姑赶走他便是了。不过姑方才在母亲面前帮了皇姐那么大一个忙，现在皇姐又赶走了姑手底下的奴才，姑想稍微讨价还价一番。还想讨价还价啊？说说看。那就请皇姐将韩音送于姑陪伴几天，7日后姑便将她还回来。有何不妥？皇姐赶走了姑的大半，姑现在少了个人伺候。成交。7日后记得将她完好的送回来。首辅大人，二公主似乎对奴才有偏见，竟不让奴才陪太子殿下去交房殿看望皇后。不仅如此，太子今日回宫后，还莫名其妙地辞掉了奴才，大抵也是二公主的缘故。无需多言，他厌恶你，自然是有他的理由。你且退下，继续帮本官留意淮北王那边的动向。锦苑草，江北之地，延国珍品，晒干后可久存不坏。本公主说什么也是生于帝王家的人，先去太医院看看也不迟。本公主来问一味药，锦欢草，太医院可有？二公主，实不相瞒，其实这锦欢草在太医院里本是存有一株的。当真？那她现在何处？恕微臣无能为力。早在9日前，陛下就派人将那锦卷草拿去了，说是炼丹药用。我要去见父皇一面。殿下千万要冷静些，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我当然知道父皇的脾气，可事关母后的身体，不容耽误。
这种稀少的药材，用一个就少一个。去含元殿，先看看还能不能要回来。恕奴才爱莫能助啊！陛下心情这几天都不大好，二公主再想些别的办法吧。公主您也知道圣心难测，更何况陛下可能已经将药草用掉了。或许二公主可以求助首辅大人，让他去劝陛下举国搜寻一些药草。这话怎么说？因为燕大人他似乎颇为通晓陛下的心意。当初陛下暴怒，真是他要将皇后娘娘打入冷宫，偏偏这时燕大人找了过来，不知跟陛下说了什么，竟然令陛下改了主意。公主要去燕府吗？先回府去，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温离，你说像这种珍品的药材，在大一大型一些的拍卖会上能遇见吗？就算能，价格也必然不菲。难道公主打算动用嫁蝶楼那边的积蓄吗？不行，嫁蝶楼的积蓄是要用去开设学堂的。如今大一局势动荡，我虽是一个失了宠的公主，却也想为天下百姓做些事情。可本公主现在又能做些什么呢？属下以为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，应是开设学堂，尽早培育有识之士。可若是开设学堂，本公主怕是连自己生活也没法过了。那殿下何不试试召集大一的商贾，一同创办商行，届时再去开放学堂，就不会出现短缺了。不对，今生16岁时我并未重生，也没有前世的记忆，可我为何会在没有验词提议的情况下，同样创办了嫁蝶楼？停车！创办嫁蝶楼为公府上增收，好像是你在2年前为本公主谋划的主意吧？啊，正是属下。你再回答一遍，真是你的主意？确实是属下提的，府中公婢可以为属下作证。那倒不需要别人作证，本公主也记得主意是你提的，就是不知道这主意究竟是你自己想的，还是另有其人呢？怎么可能？公主真是取笑属下了。不论你现在怎么说，本公主告诉你一句话：明日午后申时，让出主意的那人去城郊桃花林见我，不然让他这辈子都别想见我。这温离真是不靠谱啊！不知他在公主殿下面前说了些什么，怎么就被发现了呢？还是被发现了罢了。公主，您是怎么发觉的？早该发现的。臣燕慈参见二公主。话说回来，那日在糖水铺子里，我不知怎的一时就变得迷糊起来了。后来可有做些僭越的事情？不曾有。有劳燕大人那天的照顾，可燕大人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在本公主身边安插人手。莫非燕大人对我居心不良？臣知罪，但臣并无不良之心。毕竟父皇将我的婚事交给阿慈，只是不久前，可温离却受阿慈的命令，在我身边将近3年呢。不知阿慈可否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？因为臣一直都很在意二公主。一直都在意？此话怎讲？其实公主殿下早在很久以前有恩于臣，是臣的恩人。事情久远，殿下那时候还年幼，应当不记得了。后来臣官至首辅之位，不愿殿下受委屈，便遣人默默跟随，必要时暗中给予帮助。莫非前世阿慈成为我身边的侍卫，也是因为这缘故，而我却对他萌生了别的心思？难道阿慈会待我与他人不同，仅仅是为了报恩的缘故吗？殿下会这么问，定是因为臣做的还远远不够。臣今后愿意用一生来告诉公主殿下答案。那我一定要看看阿慈究竟打算怎么解答我的困惑。坐过来。阿慈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不是2字，岂不是更好？臣还未将答案提交，公主殿下就如此笃定臣的心意了。这根本不重要，倒是方才我问阿慈，那天在糖水铺里可有做僭越的事，阿慈说没有。既然如此，这样不借阅吧？
公主殿下，还记得那天的事情？不错，我那时确实是有意而为之。阿慈可是奉了父皇之命代管我的婚事的，所以这件事情不如就让阿慈替我做个主吧。燕某生性疏冷，但拿到手的一切绝对不会松开，还请公主殿下考虑的周全，届时公主再做决定不迟。阿慈，我考虑得很清楚。这个赠与公主殿下。这算是阿慈赠予我的定情信物吗？不算，但殿下可以现在打开看看。锦萱草，是你帮我从父皇那儿要来的？臣可没有这个胆子，是昨夜温离传信来说，公主殿下需要这味药材，而臣府里碰巧就有，所以就特意为殿下带来了。阿慈又帮了我这么大忙，为了答谢你，要不阿慈你收了我吧？臣做这些从来不贪图殿下做什么答谢。死木头。那阿慈能不能告诉我，刚才说的有恩于你，究竟又是什么事情？是救命之恩。你就不愿意告诉我这个救命恩人稍微具体些？不能。你不说，那本公主自己回去慢慢查就是。你的救命恩人被你气走了。臣安插来监视公主殿下的探子，殿下还打算留在身边。监视那便监视吧，正如阿慈所说，已经到了手里的东西，我不会放走的。你也一样。温离，我们走。如果下回二公主还是这样坚定，我真的不会给她任何退路了。阿慈叫我年长8岁，他还说我那是尚且年幼，他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在意我的？韩英不在，只能跟你这内奸唠嗑。依你看，年龄习许，方能算是年幼。兴许是10岁之前吧。你是他手底下的人，那你可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开始在意我的？殿下，实不相瞒，属下也不清楚。自从6年前属下成为了燕府的部下，便一直都知道您是首府大人最在意的人，但府中从未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。其实属下也是刚刚知道，您对大人有救命之恩。8、9岁的时候，我已经记得许多事情了。救他时还要比8、9岁时更早些，那便暂且猜测是在5、6岁时。如果只有5岁，阿慈也不过是个13岁的少年。我从来没听说过当今首府拥有什么亲人，无人知晓他的出身。正因如此，燕慈能在20多岁时就登上一朝首辅的位置，才显得格外恐怖。又是什么才逼迫的他要去这么做？倘若少年时期的阿慈是个世家子弟，或是名门望族，我怎么也该有些印象才是。温离，你们主子从未透露他的出身吗？公主殿下聪慧，首辅大人的确不曾讲过半分。看来我得去问问那些曾经伺候过我的宫女们了。那么多年过去了，但愿那些宫女还记得收许片段吧。嬷嬷们好。奴婢见过二公主。本公主今天来找妈妈，主要是想听听本公主小时候的那些故事，例如本公主有没有救过什么人？那时候活泼得很，几乎每天都想出宫玩。要是瞧见了生活贫苦些的百姓，还会发些金爪子资助。那除此以外，还有些别的事迹吗？二公主你做的善事可太多了，但归根垫底，大抵都是救助百姓和饥民，别的纵使有，也记不起来了。后来您到了5岁半的时候，又开始嫌出宫麻烦了，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宫了。那后来呢？属下记得公主殿下在前些日子曾经说过自己视力不足的问题。属下认为殿下自小行善积德，或许已经笼络了许多人心，
您应该充分利用起来。可那时我出宫并不高调，那些百姓们指定是认不出我的。那殿下可以派人去打听一下，看可有人寻找当年的恩人。民心是面镜子，大家会明白，不可能是您凭空捏造的。如今温侍卫给首府大人报信，都不打算偷偷写了，这么光明正大。殿下，您若是不喜欢，属下可以像往常那样偷偷写。公主殿下，今日进了宫，询问了好些以前伺候过自己的宫女。你继续写便是，本公主也打算写一封信给她。待会儿你把本公主的信一块捎上。没关系的，阿慈，我真的不在意。死透了，那就扔出去吧。大人，温离那边来字条了，还有二公主的信。更衣回府。既然他想要权，那便帮他拢权。他自幼心怀天下苍生，本就值得。公主殿下很聪明，但还是猜错了。不过，真的什么出身都没关系吗？大哥哥，你身上的伤好重。公主殿下已经打听到消息了，外边可有怎么说？属下了解到，京城有一批青年才俊，在10多年前曾经得到一位富家小姑娘相助，且与公主4岁时的年份对得上。只是什么？他们声称已经找到了当年的恩人。那他们的恩人又会是谁呀？回殿下，是礼部侍郎之女真江。这人，本公主好像有印象啊。8岁的时候，我曾在宫宴上见到过他。他这人挺爱占小便宜的，我瞄到他，把那些琉璃餐具悄悄顺走。公主，属下怎么总怀疑他这是冒领您的恩德呢？所以，更要去那边看看。如果对方没有隐情，便可结交；如果是偷了我的东西，就要光明正大夺回。代本公主打听打听，这位甄小姐风评现在究竟如何？是。那时候正值冬日，我一家4口好些日子没吃东西了。是甄小姐施舍了粥救济我们，如今终于寻得了恩人的踪迹。彼此。后来我做生意有了些家资，便将甄家小姐施舍的财物赎了回来。今日也算是来物归原主了。财物一经流通，便很难寻回来了。那你又是如何认得那些财物正是当初甄小姐施舍的？纵使别的认不得，但这个小镯子我是认得的。看这镯子的样式，分明是我府上不见的其中一只。甄小姐当年的事迹，附近百姓早已达成了共识。这位小姐，您许是弄错了。也是，有劳了。那您2位先进去吧。殿下，您真的认错了东西吗？不可能，这套金镯子共有梅兰、竹菊4个样式，是父皇专门为本公主打造的。现在府上只有梅花和菊花了。回府更衣，乘上马车。本公主今日午后要风风光光的大驾光临甄府，敢抢夺本公主的声望，她一个假冒的也配？大人，居然有人敢冒充二公主，抢夺当年的宫席。冒充她，也有人信，荒谬可笑。原想着把甄家留下来，看看还有没有能为本官所用的地方，现在看来是不用留了。多谢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也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点眼力劲儿，都已经飞黄腾达了，也就送这点东西。二公主驾到！微臣甄和，臣女甄家参见二公主，不知二公主要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甄大人客气了，本公主前来甄府，不是来做客的，而是要来取回几样东西。二公主，
您若是看上了微臣府中什么东西，尽管拿便是。甄大人此言差矣，本公主从来不屑于夺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今天听说有人在甄府献上了一枚本公主自小遗失的金手镯，便有意过来看看。二公主说的可是这个镯子吗？那不然呢？许是认错东西了，这镯子本就是我的。既然二公主喜欢，你便送给她啊！不啊，爹，这镯子明明是我的，我分明还有一只配套的小镯子呢。你说的另一只镯子，该不会是苍竹的图案吧？温离，去把本公主那套镯子拿来，给诸位宾客瞧一瞧。二公主自幼乐善好施，常常乔装出宫，救济贫苦的百姓和饥民。这里本该是梅兰竹菊4件镯子，如今缺失的兰花、苍竹2枚，就是那个时候流落出去的。杀掉了一个家境贫苦的小姑娘，夺来的手镯，竟是从二公主手里流出的。说起金瓜子，本公主也有一事，想问问府里的诸位宾客。凡是出自于二公主府的金瓜子，都会刻有细微的茉莉花样。敢问甄大人，你的府上应该没有什么能工巧匠能做这么精细的雕刻吧？那么小一粒的金瓜子，上面还能刻有别的纹路？难道大家真的认错了人吗？真是认得太急了，万万没有想到，当年的恩人会是二公主。原来如此，大家若是实在想要答谢，可以去帮衬公主殿下创办的嫁蝶楼的生意，之后在京中开设学府，大庇天下的有识之士。想必各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？不愧是二公主，人美心善，而且思虑长远，是真心实意的为我们大夷百姓考量啊！首府大人到。甄大人的府上这么热闹，莫非是有什么大喜事？燕大人，您怎么也过来了？这里的宾客现在算是本公主的朋友了，不知燕大人过来，可是有什么事情需要调查他们？公主殿下误会了，既然是公主的朋友，那臣自然要顾忌几分薄面，无心冒犯。首府居然对二公主自称臣，难道他们很熟？礼部侍郎甄和屡受朝中大臣弹劾，说是藏有赃物不计其数，私下滥杀无辜平民。本官无非是带人过来，浅浅抄个家罢了。这当真？首府大人冤枉啊！甄大人究竟冤不冤枉？抄一下家不就知道了。真聒噪，放心，本官无意与二公主的朋友结仇。至于诸位要不要继续待下去看戏，请自便吧。赤金首饰共123件，珠宝俱全，这么多，朝银52000两。大人，里头还有许多物件没清点出来。看来礼部的油水不少啊，把甄府的人都抓去大理寺。诸位宾客要是看得尽相了，也可以散了。甄府有这胆子，难怪还敢冒充二公主。公主殿下，阿慈好像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对我说。这些抄出来的赃物，依臣看，用于帮助二公主创办学府。阿慈是故意说给宾客听的，他想让大家知道，凡是二公主想要做的事情，他一定会帮衬。5日后，蛱蝶楼名下的第一个学府正式办学，有个办学大典。我想，既然阿慈在这背后出了不少力，二公主是希望臣能够现身办学大典。果真如你所料。一会儿清点完了，带着锦衣卫都退下。不错，所以阿慈届时能够出席吗？朝中若无别的要事，臣必定到来，为公主殿下捧场。公主殿下真是可爱，我要是亲临，岂不是会把学府的人都吓跑？那好呀，一言为定。今日我分明都没让阿慈过来，可阿慈却还是能帮我这么多忙。阿慈，谢谢你啊。殿下不必说谢。果真如你所料，他们拥护二公主的决心现在更为坚定了。
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开始自发前往嫁蝶楼了。一会儿清点完了，带着锦衣卫都退下。怎能不说呢？我跟阿慈非亲非故，倘若连答谢之词都不说，那本公主可不成了无礼之人。公主，阿慈要是实在不想接受我的谢意，不如考虑一下跟我结亲呢。原以为是我一人的单相思，不过好在桃花林相见那天互诉心肠，显然不是了。这么有缘分，定是因为我在前世就喜欢阿慈很久了。好，臣明白。你且说说，你明白了什么？明白了要去做什么，臣不会让殿下等太久的。阿慈，我过去救助别的百姓时，都或多或少留了些别的物质，那我当年救你时，可有留下什么值得收藏的东西？臣福分浅，不曾有过。那你该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要跟我记仇吧？这套小金镯子是我小时候佩戴的，送给你。就是不知这套小孩子戴的手镯，臣可以做什么呢？就算留作纪念啊，阿慈也可以留给自己的孩子。臣没有子嗣。无妨，现在没有，那将来总会有的嘛。阿慈莫非是看不起自己，还是看不起我？臣多谢公主的好意。那5天后，会不会粗略在我开设的学府相见了。上辈子的遗憾太多了，甚至都没好好握过他的手。好，若无朝中要事，臣定会来。耽误了这么久，阿慈先忙。虽然不能光明正大的现身，但既然公主邀请，便去帮她暗中留意一下吧。哎，温离，今天的事，本公主有些困惑。您是想问首府大人为何会造访甄府吗？本公主也不傻，不是有你在通风报信吗？公主殿下谬赞了。其实我困惑的事情在于，那些被我救助的百姓们，当年知道我的身份，所以才会认错恩人。可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的阿慈却知道我二公主的身份？所以她掌权后才派你潜入公主府当侍卫，暗中护着我。属下以为有2种缘故，一种是大人得救之后便不停地打听或者观察您的动向，从而知晓了您的身份；还有一种可能就是，兴许在您救助大人之前，大人就见过您，自然就知晓您的身份了。宫女们向来出宫不易，必然都是守口如瓶的，这件事情可没那么好打听。难道少年时期的燕慈可能来过宫里？这样一看，燕慈的出身就显得更加神秘了。这些往年的秘密就像深渊一样，怎么也探索不完。韩音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正好明日你同我去学府的办学大典。公主，太子殿下说南方进贡了一批上好的枇杷，特意让奴婢带来给您尝尝。那你现在便拿2个枇杷清洗干净，我吃1个，你也1个。奴婢也有份吗？无妨，本公主记得你是爱吃枇杷的。是。你觉得这枇杷味道如何？真不愧是信京的贡品，味道真是清甜极。你喜欢那便最好了，我倒觉得不及去年的枇杷好吃。一会儿你多拿些放去自己的住处。小阿成，心思还挺多的嘛。不过这点小心思哪能瞒得过亲姐姐呢？首府大人有言，近日朝中事务繁多，明日的办学大典怕是来不了。知道了，那你便告诉他，本公主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，也可以应付好大局的。乳娘说，我刚满周岁时，父皇曾抱着我上朝，那时我拥有世上最令人羡慕的宠爱。只是这一回，我要一个人拯救父皇留下的烂摊子。值此危难之际，本公主办制的新词玉将会大庇天下寒士。进入学府只需依靠才学和见识，从不看重出身和钱财。二公主英明，真是为民着想。主子您别操心了，来喝点水休息下吧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凭什么星词院不收我们啊？你们这不是违背二公主的命令吗？这些人分明就不是要来求学的，而是来添乱的。他们背后肯定还有别的人支持，那会是谁呢？除了长公主和陆家，
还有谁存心跟我作对？本公主的星祠院不是你们能够闹事的地方。温离，多叫几个侍卫，把这些人押走。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，您这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？刚刚还说的冠冕堂皇，什么不看出身和钱财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主子，您不用理会他们的。哦，本公主欺负人是吗？想必在场的诸位都看得出来，这几位像是要来求学的人吗？二公主的用心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不必理会。听到了吗？滚出去！小公主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？竟然是他！淮北王殿下到！参见淮北王。小公主，你这回做的好像有失偏颇啊。心儿自认为说的在理，可在本王看来，却是在和一群看似正人君子的书生公然排外。三皇叔此言差矣，这是心儿自己学府上的私事，心儿可以自己处理好。辛苦三皇叔这般关心，定是淮北王把事情全都推给阿慈了，才害得阿慈没空过来。本王听说心儿最近忙于为京城添设学府，本王又岂有不来的待地？就是没想到心儿竟然是打着幌子做事，这让三皇叔很失望啊。三皇叔，他们显然不是来求学的，而是来添乱的。莫非心儿这是在以貌取人不成？古籍有云：交举举于鱼言之中，百里台举于市。心儿刚刚才说过，不会看重出身，就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既然三皇叔执意这么认为的话，倘若三皇叔有办法向心儿证明这几人拥有不凡的才学和见识，那心儿便收回刚才的话，允许他们进入星祠院。可三皇叔若是证明不了，那便请皇叔亲自把这几位焦谷和百里奚带走，留在自己的王府上重用吧。好，很好，但要去证实一个人腹中有无才学，光像目前这样探讨八股经纶是远远不够的。想必心儿也知道这个道理吧？皇叔，探讨八股经纶虽有不足，却是当下最为合理的筛选手段，这也是祖上定下的规矩。那不然，皇叔以为又当如何？只此用人之计，却没有合理筛选学子的办法。本王认为，那便不能错漏任何一个有心求学的人。首府大人到！阿慈虽说他没空过来，但还是出现了。谁说没有合理的办法了？见过二公主，见过淮北王，岂有此理？怎么燕大人百忙之中还有心思来这里？有关大夷民生的事情，本官当然在意，就跟您一样。就是不知燕大人有何办法来帮助二公主筛选学子呢？很简单，腹中有没有才学，剖开来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大人，小的错了。公主殿下第一天办学的日子，见血不好。大人饶命，小的们这就滚蛋。慢着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怎能说来就来，说滚就滚？如实交代，你们究竟用意而何？大人饶命，小人知错，小人真的知错。哦，难为淮北王殿下帮他们争取学子之位，结果他们竟是来星祠院闹事的。燕慈，你这方法根本就是胡闹。怎就是胡闹了？王爷您屡屡议论本官的官路不正，未经八股经纶的考验，却位极人臣，这种情况恰好是本官说了才算。你，大人，小的们真知错了，让本官饶命作甚？到现在了，该给谁赔罪，都还想不明白是吗？小的们不该来这里闹事，还请二公主饶命啊！对了，王爷这般为你们几人着想，想方设法的要让你们进入星祠院，结果你们只是来闹事的，真是本官都替王爷感到心寒呢。此等贱民，辱没了本王和二公主，应当杀无赦。来人！哎，慢着，你究竟还要发什么疯？二公主一向宅心仁厚，自然不会对你们怎样，但是王爷受此大辱，威名受损，不知
王爷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呢？果然还是阿慈有手段。带走。活该，真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阿慈，你今日不是在忙朝中大事吗？怎么还是过来了？其实臣今日无事。那你昨日为何又要哄我说来不了？臣的名声不好，怕把公主殿下的人给吓跑了。这么说来，其实阿慈一直都……凡是关于公主殿下的事，臣自然是不会错过的。只是臣万万没想到，臣不现身，别的人给公主殿下来添乱，所以还是来帮衬殿下了。你看，其实现在的百姓们并没有那么畏惧你。那是因为现在有公主殿下在臣身边。所以呢，阿慈，我可以一直都在呀。不应该是公主殿下来臣身边，而应当是臣去公主身边。无妨，只要是你与我，那便都一样。我性子软，镇不住人心，而阿慈刚好能带我补上。这么看来，倒像是天作之合呢。能帮到公主殿下，臣之幸。阿慈一直叫我公主殿下，就不觉得累吗？怎会？这是身为人臣的本分。你不觉得累，可我却觉得有些厌倦了。我想要你换一个称呼。愿闻其详。阿慈，那些与我亲近的人一般都唤我星儿，你不妨也考虑一下。既然公主殿下给臣这个机会，那燕慈只想要别人没有的。那阿慈打算换我什么？圆圆。还有别人这样称呼过殿下吗？圆圆。没有。那便真的是臣一人独有的了。你怎么了？突然有些不舒服，小事情。臣以为凡是有关渊源的身体事无大小，公主殿下身体不适，需要恢复休息。韩庆，你带本官看着新慈院，若是还有人敢惹乱子，即刻禀报。属下明白。我陪渊远回公主府，如何？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？阿慈，让你看到笑话了。别担心。二公主身体不适，大人只是较为关心，亲自送她回府而已，有问题吗？阿慈，我好像弄脏你的官服了。官服乃是身外之物，不是什么要紧的事。你可有好受些？阿慈能陪我，我便不那么难受了。若是每回都这么难受，苑苑可有想过好好调理一下身子？你竟知道我每回都疼，也知道这种事情可以调理。唉，也是，有个温离在我身边，阿慈知道什么事情一点都不奇怪。我倒也想过调理，可是调起来怪麻烦的，又花时间又吃好多药，而且……若是苑婉把身子养好了，便不会那么难受。臣不想让你难受。阿慈，你不知道，这种事不论怎么调理，多少都还会有些不适的。若是臣可以让您觉得好受些，臣愿意每回都去公主府上探望殿下。当真？阿慈刚刚叫我什么？苑苑，过去喊殿下习惯了，方才忘了改口。既然阿慈愿意陪着我，那我便试着调理一下身子吧。我也确实该调理好身子了，毕竟阿慈还没有子嗣，那4个小金镯子都没人戴呢。果然，只要脸皮够厚，便能把阿慈逗成这样。
有点好玩。阿慈，你吓到我了。愿闻你听，他跟你的一样乱。阿慈这么张扬，竟然打算直接抱我进去，不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公主驾到！都起来！公主府里当以公主殿下为尊，殿下没让你们跪，你们就不必跪。燕大人以后会经常光顾本公主的府上，你们习惯就好了。拿命来习惯。阿慈，既然你衣服也脏了，要不你也进来换身衣服吧。调皮，苑苑若是总这样说话，臣不想自持了，该怎么办？公主，您这身子……燕大人他不是外人，张太医继续说便是了。殿下的身子有些寒症，微臣为您开个药方子，您只需服用3个月，就能康复如常了。公主，有个男子在府外求见，好像是燕大人那边的韩侍卫。还有人敢在星祠外闹事不成？去传韩侍卫进来。属下参见公主，参见大人。星祠院那边可有什么动静？星祠院那边一切顺利，只是属下收到了一些消息。碰巧府上也没别的要事，属下便过来寻大人了。无妨。二公主她不是外人，是周公公传来的字条。啊？哪个周公公啊？太子殿下身边的那位周公公，是淮北王派来潜伏在太子身边的探子，他一早就被臣策反了，现在他成了臣安插在淮北王身边的探子。阿慈真是精明，就连三皇叔身边的人都能策反。那像阿慈这般能在朝中立足却无所畏惧的人，兴许是没有软肋的吧。别的人臣不清楚，但燕慈的软肋只有一个，是苑苑。周公公说，他发觉淮北王似乎对霍贵妃有不一样的情愫。可我长姐和霍氏他们禁足1个月，这难道不是父皇的命令吗？陛下只是下令禁足长公主，至于贵妃娘的禁足，其实是臣借了陛下的威风下的令。公主殿下，大人不好了！属下发现霍贵妃在禁足令解开后，第一时间竟是往交房殿方向走去。她去寻我母后做什么？韩英，去把我研磨好的药粉拿过来，准备出府。是。已经成粉了啊。是，我查过了锦官草，这样服用药效最好。阿慈，我不会糟蹋她的。本宫可是陛下的宠妃，你们何必死死护着一个已经废了半条命的女人？停车！大人，那些交房殿的侍卫严防死守，没有放霍贵妃进去胡闹。唉，我原想着霍贵妃闯进去了，我便能借着理由跟着硬闯进去。想去看望皇后娘娘吗？阿慈，你有办法吗？抓紧臣，不要说话，切勿打草惊蛇。本宫被禁足了10天，倒想看望看望这个被禁足了3年的皇后，现在成了什么样？属下也是奉命行事。这姓霍的舞姬怕不是疯了？阿慈的身手真好。母后，这是首府燕慈，她带心儿过来看望您了。臣见过皇后娘娘。有劳首府大人了。公主殿下垂爱，臣知幸。母后，我好想你。母后，心儿也不能在这儿待得太久。这个药粉，您每天挖1勺泡水冲敷，身子就能康复许多了。心儿有心了。您一定要记得每天服药，这个药材很不好找的，若不是有阿慈的帮助，
我险些弄不到这个药材呢。好，好，好，母后都记住了，真的十分感恩燕大人，幸儿今后也有劳燕大人了。燕慈一声谨记皇后娘娘教诲。阿慈，你先起来。臣应该的。母后，我和阿慈该要走了，您多保重。都要好好的。苑苑先回府，为这种人不值得生气。我才不回，我就是要去骂他。好，苑苑先过去，有必要时臣再随后赶到，去威慑他。一言为定。本宫可是陛下的宠妃啊，这不是贵妃娘娘吗？您不是被父皇下令禁足了吗？因为陛下惦记旧情，故而放本宫出来了。既如此，贵妃娘娘何故要在母后殿前喧哗？哦，我可算想清楚了，想不到贵妃娘娘还是个热心肠。听说贵妃娘娘能歌善舞，定是因为禁足期间明白了苦闷是何滋味，执意要为母后献尽歌舞，排忧解闷，这才与交房殿的侍卫起了争执吧？哎，可惜了，父皇早就有令，要到每个月的初一才得探望母后。要不您就在这里高歌一曲吧。那个半条腿已经踏进鬼门关的废后也配？总算装不下去，原形毕露了。贵妃娘娘，这番话岂能胡言？胆巧舌妄议，交房殿之主，有扰陛下修道仙途，简直罪无可恕。不要过来！本宫有错，本宫有错，不该妄议皇后娘娘，也无意干扰陛下修道大业。阿慈竟是真的要杀他，好畅快。哦，看来此事本官得要请示陛下呀。不，算本宫求燕大人了，千万不要告诉陛下。那又该如何是好？贵妃真让本官为难啊。本宫愿立下毒誓，从今往后绝不再来交房殿，也绝不妄议皇后娘娘，否则必将万箭穿心而死。万箭穿心，此事我的阿慈便是万箭穿心。好，贵妃娘娘今后最好要记得方才说过的话。既如此，二公主你也回去吧，臣先告退。把车赶到霍氏看不到的地方，等一等阿慈。苑苑是在怪臣没有直接杀了她，是她辱骂皇后娘娘，让苑苑觉得受委屈了。所以苑苑下回能否听臣一番话，不要为这种人动怒，好吗？好。母后告诉我们二人的话，你可都记着了？臣已经答应过娘娘了，一生谨记。不是那句，是另一句。母后还说了，我们都要好好的。会的。我的这一世本就是来为你逆天改命的。公主的心情看起来不错，可是顺利见到了皇后娘娘。自然，而且我与阿慈的事情，今日算是获得了母后的首肯了。那大人他可有说过什么时候会向公主提亲呀？你怕是糊涂了，我们主子可是堂堂正正的公主，驸马才是被提亲的那一方呢。对了，公主，我要向您告发温离，他成天吃里扒外，帮着燕大人说话，您可千万要小心啊。你前些日子不在府上，不清楚倒也正常。温离本就是阿慈那边派来的探子，我就知道你不对劲。温离刚刚说的对，公主出嫁本该是国君向驸马提亲，可如今父皇早已将我的婚事交给阿慈代管了。那要不属下帮您写信去问问燕大人？不需要写信，阿慈说过不会让我等他太久的。眼下形势
阿慈跟淮北王之间的关系非常焦灼，如果非要讲提亲的事情，那便等这个风头过了再提吧。现在的阿慈已经不是前世的阿慈了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给他添麻烦。如果能帮燕慈早日扳倒三皇叔的势力，是不是就……对了，温离，可还记得我们上回在宫里见到的几位嬷嬷当中，有一个就是在凤仪宫做事的？属下记得。您这是要……或是刚刚被阿慈吓成那样，肯定没少找他的工人发泄。是给杨嬷嬷的。就趁现在，你赶紧找到杨嬷嬷，在旁人看不到的地方交给她，雪中送炭。是。请她在这几日好好观察，要是霍氏出了凤仪宫，便记下时间。若是能听到霍氏说了什么可疑的话，也一并记下。你要是办得好，本公主便和你家大人一并好好赏你。属下这就去办。但愿这样能帮到阿慈一些忙吧。进入后宫的机会本就不多，何不想办法再盯得久一些？大人您不清楚，温离今日受了二公主之命，买通了一位凤仪宫的宫婢，以后您就不必想方设法的盯着凤仪宫了。可靠吗？可靠。温离说那位杨姓宫婢曾伺候过二公主，又刚受了霍氏的责罚，很愿意为二公主效力。你退下吧，他收买人心倒是挺有一套的，可以连着好多天都见到苑苑了。先进殿，再和苑苑相说。方才那些礼物都是送给公主府的，唯有这一个才是燕慈送给苑苑的礼物。看这玉质，定是阿慈找工匠专门打造的吧？那日甄府一别，臣就想也要送一个礼物给苑苑。阿慈，你看，是霍氏昨日出入凤仪宫的时辰。巧了，淮北王殿下这段时间也不在王府。那便继续观察几日。阿慈这样天天来我府上，不怕惹人议论？那苑苑怕吗？我才不怕。那臣明日便会再来。燕大人怎么最近天天都往二公主的府上跑啊？哎呀，不知道二公主会选什么人当驸马爷呢？燕大人他该不会把这桩婚事安在了自己头上吧？苑苑，梨园那边有消息了。霍氏昨日与淮北王在梨园私会，相拥哭诉，想除掉燕慈。做梦！本公主的人一根毛发都不能少。公主殿下要保护臣。一时激动说了大话。霍氏与三皇叔有沾染的事情已经坐实，我们要想个办法让父皇知道才是。臣倒是有一个方法，毕竟宫里人多口杂。原来如此，我们只需找些人把消息散播出去。苑苑不顾及皇家颜面吗？他们做得出这种事来。还有我长姐跟陆怀瑾的事情在先，这脸要丢也已经丢过了。旁人那些不入眼的事情，可没有我们自己的事情重要。苑苑好像很喜欢他。是你随身的东西，自然喜欢。既然愿望喜欢，那便赠与愿望。那我可不客气啦。本就是在寺中为你求来的东西，现在终于有理由送给你了。听说了吗？其实那天霍贵妃也被禁足了呢。啊，贵妃娘娘不是因为娇女无方才被责罚的吗？哎呀，有其母必有其女。长公主和陆家出事的时候，贵妃娘娘该不会也在现场吧？哎，你说这事儿会不会和贵妃娘娘有关啊？传下去，长公主、贵妃娘娘和陆家父子一共4人，于珍馐阁3楼宴厅。哎呦我去，足足4个啊！那长公主的身份岂不是十分可疑？
外头又有何事，在等着朕处理？回陛下，外面有传言，贵妃娘娘她和淮北王殿下，还有长公主的身世。放肆！这些奴才宫女还有贱民，真是日子过太好，什么都敢议论。去让贵妃来，让她亲自见朕。还有淮北王，让他们一起过来。大人，大人，出大事了！陛下现在知道了民间和宫中的传闻，龙颜大怒，刚刚已经派人传召贵妃和淮北王，让他们去含元殿当面对质了。不要紧，如果还有情况，再跟本官与二公主报来。二公主，大人，这回是真的出大事了！陛下有令，即刻就要和长公主滴血验亲。二公主，大人，这回是真的出大事了！陛下有令，即刻就要和长公主滴血验亲。倘若三皇叔与霍氏沾染的时间不止几个月，那他们都将被一举扳倒。可是我心里怎么有种不安的感觉？当今陛下许久不务朝政，淮北王极有可能趁机弑君后再自立为皇。叫上燕府的全府上下的暗卫，随我即刻前往含元殿。我去找舅舅求助，派出于家军的兵马，帮助阿慈稳住局势。好。父皇，儿臣肯定是您亲生的女儿啊！儿臣可是您的第一个孩子，是您的皇长女啊！你母妃都不敢保证，你又能怎么保证？母妃，您说话呀！三皇叔，这肯定不是真的，您说话呀！本王倒是要看看这凌烟雨究竟是不是本王的女儿。父皇，儿臣的长公主可是您亲封的，儿臣喊了您足足19年的父皇啊！当初就是三皇帝好言相劝，罪不可赦，即刻废除凌婉雨的长公主封号，还有霍氏剥去她的贵妃制服，押入。本王要看谁敢！皇帝这是想谋反吗？有何不可？皇兄不妨看看你身边都有些什么人，再说不迟。都怪之前放权太久，淮北王的势力早已不受的控制。叶爱卿，救朕！快救朕！你有什么赏赐，朕都给你。王爷，事成之后一定要活捉燕慈，我要将他碎尸万段，以泄心头之恨。来人，拿下燕慈，本王重重有赏。于家军在此，淮北王还不束手就擒？于家军怎么会来？阿慈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无碍。三皇叔，你真当父皇软弱，朝局可欺？当我于家军不存在吗？王爷，你一定要杀了燕慈，替妾身报仇啊！贱人，闭嘴！当初要不是你强取豪夺，我怎会受你蛊惑，嫁给一个老不死的皇帝？父皇，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皇帝和元熙的好姐姐呀。哦，你可真是我的好长姐啊！当初在珍馐阁，难道不是阿姐想下药设计我与陆怀简，结果反而自己中了招，和陆家父子行了苟且之事吗？是你们设计我，我就知道，一切都是你们搞的鬼！
或是秽乱后宫，与皇叔私通，罪该万死。淮北王勾结后宫，意图谋反，大逆不道。你们二人明日亲眼看着你们的女儿伏法，无后即刻沉堂。我是长公主。心儿，儿臣在。二公主凌苑心，柔家居治，心怀天下。今日救驾有功，护国有功，即日起尊为运阳长公主，赐金册金印，迁居运阳宫，享10亿3000户。臣女谢父皇恩典。若无他事，陛下莫忘了方才对臣的许诺。臣只要陛下赐婚，臣属于二公主。哦不，如今该称运阳长公主。还请陛下将臣赐给二公主，亲笔拟写赐婚诏书，昭告天下。好，准了，朕准了。心儿的婚事本就该由你做主。众卿退朝。大人，韩青刚刚来过了，说是陆怀瑾逃去大义边境寻他父亲了，已经抓不着了。我倒是险些忘了，陆怀瑾还活着呢。苑苑，实不相瞒，臣原是想趁机派人杀了他，结果让他跑了。我得想个办法提醒燕慈。阿慈，你有没有觉得陆家的动静十分可疑？难道前世渊源就是被陆怀瑾？阿慈，我可没有在意那个人的意思。臣不疑心愿愿，也很明白愿婉的心意。至于陆家是否有可疑之处，愿婉安心，臣早已派人留心这件事情。圣旨到！大一二公主凌苑心，蕙质兰心，柔家居治，善济天下，救驾有功。大一首辅燕慈，文武兼全，实为朝廷之砥柱，国家之干也。你照念便是了。遂特将首辅燕慈赐婚运阳长公主凌苑心为驸马，交由礼部与钦天玄监正共同操办，另择良辰完婚。钦此。阿慈，你看啊，从今往后我可以一直都在你的身边，而大家也不会害怕你。想不到一向冷厉不近人情的首辅大人竟是在这里折了腰啊！眼下还剩下一个陆怀敏。阿慈，关于婚期，我想与你商议一下。臣都听苑苑的。阿慈真好，那明日阿慈同我一同去看望一下母后，可好？好。母后，儿臣带驸马来看您啦。参见岳母大人。星儿，你和燕大人定亲了？这么快？不快，儿臣还觉得慢了呢。好，好，母后放心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。谢岳母大人祝福。星儿，这个你回宫后再看。阿慈帮我拿着。苑苑在看什么呢？没看什么，就是母后刚才给的家规。哦，那苑苑的脸怎么这么红？有吗？家规好看吗？
3点的阳光射进来。阿姐，燕大人，你们可算来了。最近父皇不理朝政，这些奏折姑都快烦死了。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！何事如此慌张？把话说清楚。太好了，长公主、首辅大人，你们也在这里。陛下他出事了。父皇又怎么了？陛下最近身体欠佳，嫔妻们轮流侍疾，就在龙床上出了点意外。备好轿辇，即刻送本宫和太子启程赶往含元殿探望父皇。臣就在这里候着渊源。一定是他今日蓄意勾引朕，才害了朕。父皇竟然荒诞成了这副模样，事已至此，还将自己的过错怪到他人身上。心儿、叶城，朕还能见到2个皇儿，已经很欣慰了。父皇刚才叫我和叶城隔日轮流去含元殿示警。渊源若是不想去，臣有办法帮你垫着，绝不会让渊源背负不孝的骂名。公主，太子命人传信来了。父皇的身体状况相较昨日变得更杂了，已经影响到了心神，现在已经到了喜怒无常的地步。既如此，明日渊源还去吗？去吧，毕竟陪伴他老人家的日子已经不多了。好，那臣明日就在太液亭候着渊源。阿慈最好啦。出什么事了？燕大人，不，驸马，奴婢求求您去劝说陛下放了公主。奴婢一直站在殿外候着，具体的也不清楚，听起来像是公主试鼻的时候忽感身子不适，想要离开。陛下突然暴怒，不仅不让她走，还责骂公主，奴婢只得来寻求大人帮了。既然她身体不适，那陛下何故还要强留她？月婉，陛下，外面已经没有人了。长公主身体不适，当由臣来为陛下侍疾。现待公主回宫，即刻请太医诊治。你已经不配做她的父亲，本官要你下诏退位。阿慈，太好了，你还在。我在，一直都在。反正你千万不可以出事。当了公主殿下的驸马，臣也舍不得出事了。恕臣来不及和渊源商议，便擅作主张了。我对父皇一事向来优柔寡断，狠不下心来，这样也好。阿慈，不用担心，我没事了。愿再睡一会儿，臣就在这儿候着。晚上阿慈陪我出去走走可好？时至今日，阿慈还是不肯告诉我，当初究竟是我在何时救下你的吗？阿慈，你看河灯，我们也去放一盏许愿吧。阿慈，我喜欢你，我从不在意你出身何处，过往如何，我心悦的自始至终都是你这个人。渊源，其实我本是燕国人，本名祝慈。7岁那年，便被父王送来大邑做质子。7岁，
算下来，这也是你来到大域的第19个年头了。我的母妃只是一名普通宫女，一次意外有了我。自始至终，父王从未正眼看过我们母子，我也从未得到过其他皇子半分关爱。阿慈，我早就同你说过，不管你出身如何，我从来都不在意。还想听下去吗？哭都哭过了，自然要听完。母妃忧心于我，便将父王赏赐给她值钱物品交给我，叮嘱我若是日子难熬，便拿去变卖度日。所以锦居草便是你母妃留给你的物品之一。那时温离来信说苑苑苦寻锦萱草无果，我便想着去桃园赴约时赠与你。阿慈，我如今才知道锦萱草对你来说的意义，谢谢你。我身为敌国之子，行事又这般狠戾阴诡，苑苑，你当真一点都不畏惧吗？在我心里，你只是我的阿慈，仅此而已。民间有言，何登顺水远行，烦恼苦痛尽数随流水远去。阿慈，余下岁岁年年，有我陪在你身旁。大人，太子殿下来信。小阿成快登基了，就写信给他阿慈，不给我啦。这居然有牵扯到这么多人。阿慈，你看，这样的话，要除掉陆家的势力，恐怕难上加难。虽然阿慈位高他们几等，但毕竟他们人多势众，你会有危险吗？苑苑放心，听说那日陆府失火之后，陆成京的大房夫人便遣信使给前线送去家书一封，陆成京可有回信？回大人，并没有。他们父子二人没准都已经和梁国国君达成共识，坐拥众多美人享乐，还惦记着几房老夫人还有老母亲作甚呢。梁国早已与我达成盟约，你于我而言只是一枚棋子罢了。苑苑，陆怀瑾，你究竟又让他想起了什么？苑苑，是我，阿慈，我在这里。阿慈，没有了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架空朝权，再有阿慈的辅佐，小阿成一定会成长为一代明君。退朝！父亲，如今凌苑新晋封鄱阳长公主，晏慈总揽军政，朝堂独大，新帝坐稳江山，再拖下去，我们再无翻身之机。我陆家世代将门，凭什么屈居人下？我陆成京隐忍半生，不是为了守一辈子边关，是要坐着大一龙椅。父亲说的是，我忍了这么久，被羞被逼娶林燕羽，眼睁睁看着林苑心风光无限，我受够了！我一定要亲手毁了他的一切。3日后，你带200精锐死士连夜潜回京城，我即刻引梁国大军入关，里应外合，破城登基。孩儿遵命。禀长公主，边关暗卫急报，陆怀瑾已率死士动身。果然，阿慈，我这就叫人通知舅舅。我已安排妥当。于家军伪装东宫侍卫，布下天罗地网，只为不杀。等他自投罗网，我即刻率主力离京，佯装驰援边关，实则半路折返，在外城布防，截断陆家退路，里应外合，一网打尽。万事小心，等我回来，看陆家覆灭，我们便完婚。我等你。拿下！不好，中计了！林渊心，你怎么知道我会来？陆怀瑾，
别来无恙。你以为你逃去边关，我便不知你的狼子野心？你以为今夜潜入就能挟天子令诸侯，引梁国入关，助你父亲登基？做梦！你为何知晓？陆怀瑾，你父子二人通敌叛国，勾结梁国，意图谋反，罪证确凿，你还有蛇话说？陆成锦，你通敌叛国，罪证确凿，你子陆怀瑾已被擒获，铁证如山。带陆大将军去和他儿子团聚。林月心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直接杀了你，岂不是太便宜你了？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我恨不得让你国破家亡！其实前世你确实做到了，只是我重生了。重生？这一剑我还给你。来人，将陆家父子处以剐刑。阿慈，如今诸事已定，我想去清灵寺还愿。好，我陪你。其实我做过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的日子很苦，步步荆棘，四面谷歌。我的身边一直跟着一个沉默的侍卫，他总是护在我身前，而他为了护我被万箭穿心。其实我也做过一个梦，梦里我和你也是在寺里，我站在佛前许了一个愿，便是能常伴你左右。阿慈，你为何从不与我说？因为我这一世只想给愿心一个安稳，其他别无他求。阿慈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也重生了？早在你要大婚的前夜，我便知晓。你这个傻子！如今大义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。阿慈，我们做到了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礼成。阿慈怎么这么久还没来？苑苑这是等不及了。我才没有。母后送的家规可要拿出来，我们一同温习一番。阿慈，你学坏了。苑苑先前送的镯子，至今还放着呢。都怪程烨，整日不好好坐镇朝堂，带着韩英四处游山玩水，把一堆繁杂政务全都推给你，害得你没空陪我。为夫今日特意请了修木，自晨起至今，不就一直陪在远远身边，寸步未离。我不管，我就是生气了。阿慈，你必须好好哄我。那苑苑想我如何哄，我尽数依你。我不要你整日穿着这身死板的官服，看着严肃又拘谨。我想看你穿前世的侍卫衣裳。阿慈，你知不知道，其实从前世开始，我就偷偷想这样扑进你怀里，好好抱抱你了。哥哥，不好了，有陌生坏人把娘亲抱走了，我们快进去救娘亲！别闹，这是爹爹，不是坏人，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少管。可是娘亲被抱进去了呀。听话，哥哥带你抓蜻蜓，我们很快就要有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要有弟弟妹妹啦！